一个推动中美建交的美国总统，生日还十分巧合的是10月1日，他叫吉米·卡特。1979年1月1日，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，他打开了此后几十年的贸易、留学、科技合作，也改变了无数普通人的生活轨迹。在此之前，两国已经隔绝了20多年。尼克松打开了大门，福特继续往前走，但真正决定跨过门槛完成建交的人是卡特。可在很多美国人的记忆里，他却长期是个失败的总统。经济失控，人质被扣，连任惨败，最后被里根打包送回了花生农场。接下来我们一同了解这个被称为美国最长寿的总统，他有怎么样的政治理念与人生的经历。1924年10月1日，吉米·卡特出生在美国佐治亚州的普莱恩斯。卡特的父亲叫詹姆斯·卡特，是当地的农场主和商人，他经营农场、仓库和商店，在普莱恩斯不算穷人。1929年，卡特5岁，美国经济大萧条爆发，银行倒闭，企业关门，大量工人失业。城市里的人找不到工作，农村里的人则发现辛苦种出来的东西越来越不值钱。卡特很早就明白，生活不是努力一下，系统就会自动给你发奖励，它是有前提条件的。卡特的一位舅舅在美国海军服役，经常从亚洲寄回明信片和纪念品，其中有一个木质中国古帆船模型，那艘中国帆船模型他一直留着。舅舅还常写信给他讲许多关于中国的情况，这让小卡特从小对中国产生了不少的好奇心。舅舅在军舰、港口和陌生城市的生活，让卡特看到另一种人生。他很早便决定要考入美国海军学院，这所学院不是填张报名表就能进，除了成绩过关，还要获得国会议员提名。1941年，卡特从普莱恩斯高中毕业，这一年他16岁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打了很久，同年12月，日本袭击珍珠港，美国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。从这一刻起，海军对卡特来说，不再只是离开农场看看世界的浪漫职业，那是一条很可能直接通往战场的路。1943年，18岁的卡特终于进入美国海军学院。此时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打到最紧张的阶段，海军急着要人，学院便压缩课程，加快培养军官。别人读大学，偶尔还能讨论周末去哪儿玩，卡特这一届讨论的问题更实际，毕业后自己会被派到哪片海，还能不能回来。1946年6月，卡特提前完成学业，被授予海军少尉军衔。这时候，欧洲和亚洲的战争都已经结束，卡特没有直接走上战场。1948年，他主动申请进入潜艇部队。潜艇的空间很小，几十个人和大量设备被塞进一根钢铁管子里，动力、供电、通信、声呐、空气循环，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随便闹情绪。当时美国正在研究怎样把核反应堆装进潜艇，项目一旦成功，潜艇就不必频繁浮出水面补充动力，可以在水下航行更长时间。但前提是负责它的人不能只会按按钮，必须真正懂得反应堆怎样运行，设备为什么会出问题，出了问题又该由谁负责。负责挑选这批军官的人叫海曼里科夫。卡特开始学习反应堆技术和核物理，参与海军核动力装置的设计与人员训练，还准备担任海狼号核动力系统的工程军官。他后来处理政治问题，也一直保留着这种工程师思维，先找到故障，再研究方案，最后把系统修好。这套办法对付机器很有效，因为机器不会拉帮结派，也不会搞什么人情世故。他正准备沿着核潜艇这条路继续向前。1953年，父亲病重的消息传来了。这通消息来得很不是时候，卡特刚进入核潜艇计划，职业路线已经铺得相当清楚。只要继续待在海军，他大概率会成为技术军官，甚至走进更高层。但这几乎是每个人所要面对的抉择。家里的农场突然没人接了，回去前途可能断掉，不回去家里似乎没了主心骨。卡特没有犹豫太久，他决定离开海军，返回普莱恩斯。在此前，他已经结婚。卡特的妻子罗莎琳当时非常生气，她喜欢海军生活，也喜欢离开普莱恩斯之后的新生活。她原本以为自己会跟着丈夫去往更多城市，结果卡特突然通知她，外面的世界先看到这里，现在回家种花生。从罗莎琳的角度看，这是丈夫顺手把她的人生规划也搞黄了。1953年10月，卡特正式离开海军，一家人回到普莱恩斯。卡特接手农场后发现这是一个烂摊子。第二年，佐治亚州又遇上严重干旱，农场忙活了一整年，净利润只有187美元。在当时的美国，187美元。当时联邦最低工资是每小时 0.75 美元，187美元约等于最低工资工人进厂打螺丝干6周左右的工资。这时候的卡特已经没有体面退路了，海军工作辞了，妻子还在气头上。为了让农场盈利，他开始认真学习农业技术、种子培育、仓储和市场经营。农场收益逐渐稳定后，卡特开始参加地方公共事务，先是教育委员会，后来又进入医院、图书馆等地方机构。这时候的他还谈不上什么全国政治理想，他只是觉得眼前这套系统有问题，就应该有人进去修。1962年，卡特进入佐治亚州参议院，他最早盯上的是教育。当时佐治亚州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差距很大，富裕地区税源多，学校更容易改善设备、聘请教师，贫困农村能拿出来的钱少，孩子得到的教育资源也跟着缩水。孩子还没参加考试，出生在哪个县，已经替他完成了第一轮分组。卡特早年在地方教育委员会工作时，主张合并和重组部分学校，希望减少重复浪费，让教育资源得到更合理的使用。
但当地一些选民担心学校一旦合并，就会打破过去按肤色分开安排学生的旧规矩，于是通过投票把方案否决了。卡特第一次发现，一项政策即使对孩子有利，也不代表成年人会支持。他还连着地方利益、生活习惯以及许多人不愿触碰的旧围墙。后来当上州长，卡特没有放弃教育改革。他的教育方案增加了职业教育投入，推动缩小班级规模，尽量平衡不同学区之间的经费，还扩大了学前教育，为佐治亚州后来建立更完整的幼儿园体系铺路。1971年，他成为佐治亚州州长后，面前摆着一个更复杂的东西——州政府本身。当时佐治亚州的行政机构极其零散，不同统计口径下，州政府拥有数百个部门、委员会、管理局和办事机构，有些管预算，有些管项目，有些机构的职能互相重叠，连政府内部的人都未必能迅速说清一件事到底归谁负责。一项官方调查发现，一个需要公共救助的家庭，最多可能同时与13个州政府机构打交道，家里本来已经有困难，还有各种的跑流程和手续。于是卡特决定重组州政府。1972年，他签署行政重组法案，把约300个零散机构、委员会和部门重新归并为20多个主要执行机构，医疗、福利和职业康复等职能被集中进新设立的人力资源部门。这项改革的意义不只是政府大楼里少挂了几块牌子，过去一个家庭需要自己判断该敲哪扇门，改革以后，很多服务可以从同一个部门进入，机构之间的重复工作也有所减少。当然，把几个部门合在一起，并不意味着问题自动消失。有没有足够的人手、资金和专业能力，仍然决定服务能不能真正送到居民手上。卡特在佐治亚取得了成果，也由此形成了一个日后非常重要的信念：政府运行不好，往往是因为结构设计的不好。只要重新安排部门，清理浪费，明确责任，机器就能重新转起来。这个判断在州政府里相当管用，到了华盛顿就没这么听话了。行政改革之外，卡特夫妇还把注意力放到一个当时不太容易得到掌声的问题上，就是心理健康。那时许多患者的治疗高度依赖大型机构，一个人一旦被送进去，往往意味着他与家庭、工作和社区生活被长时间切开。卡特就任州长时，佐治亚州大约有23个心理健康中心，到他的州长任期结束时，数量增加到134个。部分机构为患者提供白天治疗和照护，让他们晚上仍能返回家庭。到了1974年，卡特准备竞选总统。当时的美国刚刚经历越南战争、水门事件和一系列政府丑闻，华盛顿经验原本是一项优势，这时候却越来越像一笔历史包袱。而卡特没有长期混迹华盛顿，过去叫资历不足，现在突然可以解释成没有被旧圈子同化。竞选总统自然需要有竞选纲领，他的竞选纲领主要是3条：第一，先把政府的信用救回来。越南战争、水门事件和情报机构丑闻之后，很多美国人已经不太相信华盛顿。卡特反复追问2个问题：政府还能不能把事情办好？政府还能不能诚实、正派、公开？他承诺总统必须为行政部门负责，政府出了错误，不能先研究怎么甩锅，而要公开问题、解释原因、拿出改法。司法部门也要减少政治干预，总统还要定期面对媒体。第二，让政府重新会办事。卡特拿自己治理佐治亚州的经历做样板，主张重组联邦机构，清理职能重叠，减少浪费，把那些互相踢皮球的部门重新理顺。第三，才是普通人真正关心的生活问题。增加就业，控制通胀，全面改革税制，推动全国医疗保障，改善教育，保护消费者，节约能源，同时让政府更多照顾贫困者、老人和弱势群体。卡特还提出了一个衡量好政府的标准，不是看有权有钱的人多喜欢他，而是看那些真正需要依靠政府的人能不能得到公平对待。因为有钱人遇到烂学校可以把孩子送进私立学校，有关系的人遇到复杂手续总能找到熟悉的门，可普通人没有备用通道，政府一旦失灵，先被卡住的往往就是他们。1976年11月，卡特击败福特，成为美国第39任总统。胜选当晚，他没有把福特写成一个一无是处的对手，反而称他是一个正派而难对付的人，并表示希望自己不要辜负支持者的信任。1977年1月20日，卡特宣誓就职。在就职演讲中，卡特是美国历史上少有一个说了什么就做了什么的总统。在这里我简单摘录一段，其中包含卡特对于经济、外交的部分内容。我们要时常回顾以前所犯下的错误，使我们明确自己的义务，并努力维护我国的宪法。因为政府是我们的保障，无视或者轻视政府，无法带给我们任何益处。从独立战争到美墨战争，再到南北战争，我们内部经历过矛盾，也爆发过流血冲突，但我们最终还是团结到了一起。事实证明，即便我们的团结是短暂的，也会使我们取得辉煌的成就。我们还应该明白一个道理，那就是没有完美，只有更好。即便是我们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，也有其局限性。我们并不是万事通，也解决不了所有的难题。我们即便做得再好，也总会有人批评和指责，这些是不可避免的。
美利坚合众国只有自立自强，才能在国际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我们还要明白，要促进其他国家的民主自由，维护世界的和平，首先需要证明自己的民主制度是最先进的。我不会怂恿军队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去用武力贯彻我们的信念，相反，我会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用真诚去赢得别人的信任，这是推动我国制度进步不可或缺的因素。当然，在就职演讲中，他也说了许多根本难以完成的问题，就算今天的美国都依旧存在的问题。但至少他是唯一一个演说里说了什么，他就真的去做了什么，只是能力未必达到。所以卡特未必是美国最成功的总统，却常被认为是最正直的总统之一。We need to remember who pays the taxes and who pays our salaries.